进吗？明天开庭是吧？啊，开庭了。你姐夫也一块儿去啊？去，都去。6、7个小时了，生个孩子有那么难吗？哎呀，儿子别着急，生孩子就是慢啊！这次一定生个大孙子，好事多磨。孙子好啊！来，黄贵妃，往下用力，好，加油！来，来吧，使用下去，你看出来了啊！时间有黄贵妃家属，生了，我们都是，哪儿女孩啊？女娃。啊，怎么是个女娃？女娃也挺好的，6斤3两，母女平安啊！哎呦，只能生一个呀！啊，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咱们老叶家2代单传。是呀，儿子，不管想什么办法，咱们继续生。贵芬，我妈说要把孩子带到乡下去养。我们家2代单传，到我这儿不能断了香火。我妈说了，你在供销社工资也不高，干脆就别做了，在家养着。咱们再生个儿子。贵芬，你给孩子起个名吧。这就是思维吧。加把劲儿啊！你使点劲儿行不行？还没有思北劲儿大。思北留在我妈那儿，我也不至于工作丢了吧？我现在一个堂堂人民教师，给你来卖早点，人家诚心要举报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也是你非得让思北回来呀。我这辈子被你都毁了。妈，你看我考了全校第1。念文，我这次又考了第1，那你呢？你这次考了多少？
看你这表情，不会又是倒数第一吧？妈，我姐她又欺负我。你是不是闲的没事儿干了？你闲的没事儿去把那盆衣服洗了。可是我今天作业很多啊。作你还在这没完没了的，还不赶紧写作业去？一天到晚的什么都跟你弟争，就知道窝里横。我不退学，我要读书。你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儿呢？家里条件这样，让你读到现在不错了，哭什么哭？你给我憋回去！妈，我求求你了，我成绩比弟弟好很多，他那高中你们还花了择校费，但是我一定可以考上一个好大学的。你这孩子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你怎么样样都得争呢你？我这辈子就是被你们这2个女人害惨了。妈，你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我，你眼里只有你儿子。妈，你烦不烦呀？你又看不懂，你思想都落后了好吗？那你别管我了。爸妈不放心，一定要跟着我过来。妈说，咱们一家人一起去。不好意思，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我们就想问一下叶女士，哎，叶女士，请让让好吗？请让让，请让让，请让让。对，叶女士，别拍了，别拍了。不好意思，别拍了，别拍了，谢谢。今天是不公开审理案件，不公开审理案件，同志来司法公正啊，违法了，不能拍了，不能拍了，别拍了，别拍，配合一下，配合一下，请让让，配合一下，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让一下好吗？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叶小白，我告诉你，你这个坏女人，你这个小三，你要买房子，他给你开假公司证明，你要工作，他还给你机会，啊！你丧尽天良！不要拍了，让一下好吗？你破坏别人的家庭，你丧尽天良！你们听听，这是强奸吗？你们听听，这是强奸吗？
没事了。没事了，思贝，没事了，已经没事了，没事了。济南，我随便找了一件，先换上。谢了。姐，你听我说，那个音频我没有可以，是我知道，是我知道你没有，我没有啊，他们也不敢放到网上，放网上如果传播起来，是犯。姐，我要回家。姐，你去哪儿？姐，你先冷静，你听我说，你先冷静。思贝，你先冷静，有我都没有用。你冷静一点。你先冷静下来，你别怕。妈，你干什么？说要报警的是不是你？说能承受得了的是不是你？我们全家陪你来了，你现在想回去？我告诉你，谁也回不去。你知道我们下了多大决心吗？我们为你受多少罪吗？你知道我们为你被别人抽了多少次鸡人骨吗？你要脸，我们就不要了吗？思培，我告诉你，路是你自己选的，你就是贵人，你也得给我伺候到底，听明白了？思培，现在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如果我们就这么走了，那我们一辈子都洗不清了。思培，你看着我。思培，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你想想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思培，你没有错，是他有罪，把有罪之人送去惩罚，让他和你说对不起。让他和你道歉，这才是这个世界应该做的事。任何的音频、视频、照片，都掩盖不了真相。思培，你没错。有些情况要跟你说一下，麻烦你跟我来。你好，我是他的代理人，和他一起。好的。叶女士，公诉机关向本院申请了延期开庭。为什么？因为被告人的辩护人提交了公诉机关未掌握的有关定罪量刑的新证据，
需要调查核实。具体开庭时间，我们会另行通知。好，谢谢你，姐，先别担心，这也是正常流程。延期开庭了，被告辩护人他们提交了新的证据。那就让四北回去休息吧。四北，妈，其实之前我接触的案子里也有过这种案例，像这种音频证据，它很有可能是通过剪辑或者其他技术手段合成，而且法院也不会说就完全相信他们的话，还会进行下一步的司法鉴定。咱们就退一步来讲，就算这个录音是真实的，那也不能说明什么呀。被害人在当时那个情形下，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只能配合加害人提出的要求。这官司还没开始打呢，咱们自己人不能先乱了阵脚。妈，爸，儿子说的对。先洗个澡吧，我去给你放水。听录音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恶心吗？没什么感觉，我没觉得有什么。你真的会相信我吗？你真的不介意这种事情发生吗？你真的会爱我？
性有些时候表达的是凌辱，但更多的时候，它表达的是爱。叶慈梅，我爱你。你听，你听，那回忆，过去眼泪已成形，一生一生逃不过命运，可我用尽全力拥抱着自己。但是我害怕极了，我看不见，脑子也是一团乱，我就想着，我一定要活下来，所以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济南，如果一开始我没有报警，拿了钱，会更好吗？如果你不报警，他们是不会和你谈钱的。如果呢？我爸以前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有一年，我爸妈他们从外地打工回来，知道了我和我哥被欺负的消息，就去找他们家理论。何大哥，何大哥，来给弟弟倒上。何大哥在家呢？我当是谁呢？媳妇啊，来干嘛来了？有个事儿啊，得跟您说一下。今天我家秦北和秦南就在那个树下面玩，你家何洁过来了，二话不说就动手打人，还非说那个树是你们家的。出来的，哎，快，打来吧。你打陈美了？没有啊。天呢？你说你出去打拼这么多年，管过孩子没有？孩子学会撒谎了，回去揍一顿。我没撒谎，打人就是他。何大哥，我家秦北不是个撒谎的孩子，你看他脸上这伤。你家何洁没说实话。我儿子说没打，就没打。就这个树啊，是我们家的。以后啊，你儿子在这玩，我都揍他。你还讲不讲理了？凭什么你家何洁能玩，我家孩子就不能玩？不给脸不要脸！说。爸爸！这么多年来，我脑海里一直记着这个事情。这么多年一闭眼，我都觉得我自己还是那个孩子。我什么都做不了。听着我爸和我说，孩子，闭上眼，不要看。所以四妹，报警是快刀斩乱麻。如果不报警，你就是在一点一点消耗你的人生。你得报警，你得赢，要不然就会像我一样，一辈子困在那个屈辱的时刻。我们会赢的，一定会。
回来了。回来了，穆律。哎，赵总，哎，你这是干嘛啊，哥？进去好几天了，去晦气。哎呀，行了，哥怕这事给你弄魔怔了，你胆胆。哎，文文呢？他还好吗？挺好的呀，上学去了。啊，那就好。哎呀，王律师，谢谢您了。客气了。哎，请坐，请坐，请坐。正好我有一些情况啊，也想跟你们再沟通一下。哦，你说。虽然说我们申请了延期开庭，咱们提交的证据也正在进行司法鉴定，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个案子，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做其他方面的工作？您的意思是？虽然说这个案子不会公开审理，但是它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想自媒体是不会放过这个热点的。所以，即便我们赢了官司，最终的结果也会是两败俱伤。反正无论如何吧，要把损失降到最低。其实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关键的证人，楚楚。喂，刘姐，我现在已经到了啊。您看您要喝什么，我先给您点上。刘姐，咱们今天聊得这么开心，我一定找机会请您吃饭，到时候您可得赏脸。哎，太客气了。刘姐，薇姐，啊，刘姐，我正给您发信息呢，您先到了呀。楚楚，好巧呀，你也在这有客户？巧吗？楚楚，不好意思啊，我要买的房子呢，已经请苏二姐帮我签好了。刘姐，咱之前不都说好了您找我吗？我今天合同都带过来了。行了，对不起啊，我有事，我先走了。好的。哎，刘姐，刘姐，楚楚别这样啊。刘姐慢走。菲姐，星辰小区708是我的房源，刘姐是我的客户，您这是明抢呢。话别说这么难听，是经理让我去签的，你有问题去找经理呗。什么意思？哎，苏梅，你把话说清楚啊！我没工夫跟你闲扯，我还得带其他客户看房呢。你觉得我是好欺负的是吗？啊，你今天要不把话说明白，你都别想走出这个门儿。你干的那些事儿，客户全都知道了，要不是经理让我签下来，你这单早黄了，你还得介意投诉。我干什么了？哎。你抢我客户，你还有理了是吗？你今天要不把这单还给我，我跟你没完！楚楚，怎么了？你是装傻还是真不上网？你把喝醉的大姑姐丢在车上，这么不负责任，谁会放心把单子交给你呀？爸，我回来了。哦，回来了，我马上做饭。我不吃了。
这个把它剪下来就行了。对，沿着它剪就行，沿着这个片儿。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好，去开灯。等官司打完之后，我们要不要一起戒烟戒酒、健身跑步？然后呢？想活得久一点。活得久一点做什么？看一看这个世界，我们努力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吧？退一下，退一下，退一下，让一让，请不要妨碍我们工作，请大家配合我们工作，不要在这里聚集。我们都大老远来的，您通融一下呗。各位同志，这里不能参观，不能拍照。警察同志，今天是在审叶思北的案子，我是做法律科普，您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呗。各位，该案件不公开审理，不允许旁听，大家都请散了吧。谢谢大家。请大家配合我们工作，谢谢大家配合。好，谢谢大家配合。还来一趟。来，走吧。打完官司，请家人一起吃个饭，全当赔罪。说不定是我请孟律师吃饭，给孟律师赔罪。姐，你别怕，咱们也该进去了，走。姐夫，爸妈，你们作为家属，一会儿就在这个等候区里等。姐，楚楚，一会儿要在庭外等候传唤，想跟我进去？一定会赢的，我们在这等你。沉住气啊！走吧，走吧，楚楚。整你的！我们能赢吗？您放心，我们会根据法律规定将罪犯绳之以法的。辛苦了，姐，楚楚，一会儿2位法警同志会带你们到等候区等候传唤，我和龚诉人要准备上庭了。好，你们走吧。楚楚，跟我走。楚楚，辛苦了。今天过后就结束了。今天过后就会结束的。
叶思北，跟我走。朱处，跟我走。姐，我上庭了，你放心。念文儿，这一场审判影响的不只是我的人生，还有秦南。他或许一生都停留在那个孤苦的年少，质问这个世界的法则。只有这个案子赢了，才能给他想要的答案。别担心，相信公诉机关。南城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请法警带被告人范建成到庭。谢谢。站起来。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南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说说阿姨，您这有什么需要，到时候直接跟我说。出去待会儿。好。爸妈，你们先在这坐着，我去跟张队出去一趟，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哦。张队，你有火吗？这不让抽烟。紧张了，张队，我们这个案子没问题吧？是这样，一般呢，我们把案子移送到检察院，检察院要是不予起诉，那就结案了，证明这案子就结束了。如果他们审查了，认为这个案子的被告构成犯罪，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才会移送到法院。如果法院判无罪，那我们跟检察院白忙活了。所以我们这个案子会赢是吗？
坚持下去吧，坚持下去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可有时候坚持这件事情，比我想象的难太多。而四北也承受的够多了。4月9号晚上，万福地产的郑强给我打电话说同意跟我谈合作了。郑强这个人吧，他特别爱热闹。来，请进。我就把当时在公司里还在加班的员工都给叫上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郑强觉得叶思北在饭局上好像得罪他了。哎呀，老范，你们的员工不给我面子呀？他是新来不久，很少参加这种酒局，酒量也不好。我劝过几次没有用，在喝酒的过程中，叶思北就跟我讲说酒席之后让我把他送回家，我也答应了。快到叶思北家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不想回家了，说让我把他送去油菜花田。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呀要去油菜花田？她说是因为她老公要跟她离婚，她心情不好。我就开着车把她带到了油菜花田，她就一把抱住了我，说她喜欢我，说着就从包里拿出了一个避孕套。我一时没把持住，我就发生了。被告人范建成，你的辩护人提交的新证据，那个照片还有录音是在什么时候拍摄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哦，那照片和视频是在发生那个事情的过程中拍的。我拿出了手机，他没反对，我就拍了。那你拍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可能当时我们两个都太兴奋了吧，可是事后等我冷静下来之后，我就很害怕，因为两个人对吧都有家嘛，我就跟他说，我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可是他不同意，他说让我给他10万块钱，说如果不给他钱，他就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如果如你所说，被害人当场就威胁你，为什么他会一个人被丢在油菜花田里？你不害怕吗？我害怕什么呀？我当时气坏了，我真的是觉得他跟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在骗我，包括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我觉得他是在诈我，所以我就没答应，我就自己开着车走了。第二天他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他已经报警了，但是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说让我再好好的考虑考虑。我没有做什么事儿，我没犯罪啊，所以我就没答应他。案件移交检察院后，你一早拍下的照片和视频，这份证据明明对你更有利，为什么一开始你不主动提交？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愿意把这种东西拿出来示人，对吧？你说叶思北主动勾引你，并且屡次威胁你，你既然已经遭到了第一次威胁，为什么后续不录音，不保留证据呢？我毕竟是个男人嘛，就发生这种事情，或多或少也有我的责任。他即便是再讹我、再诈我，我也没想过说要起诉他、告他。在我最初意识到他是被害人的时候，其实我对他是有怨言的。我觉得他太软弱了，被人欺负成这样都不知道吭一声，甚至都不敢报警。直到我听到那条视频里他说的话，我才突然意识到，他可能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苦难，我应该多了解他一点，不管他是软弱也好，窝囊也好，我该多给他一点包容。我不能总是跟他说，他要努力一点，他要坚强一点，然后自己什么都不做。老秦，很好啊，真的，你这么讲是对的。可是走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他不报警，不是他软弱，而是我无知。
我根本就不清楚这一路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在我和他真的经历了这一切，被人议论，看着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评论，甚至现在还在忐忑不安地想，我们官司会不会赢的时候，我才发现，如果我当初知道未来会是这样，那我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勇气抛弃。可他是明知未来会是这样，最后依然选择了抛弃。后悔了？只是有些时候自己很恍惚，坚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案子输了，那我们一起经历的这一切，到底还有什么价值？叶姐在公司属于不太喜欢说话的那种人，她每天老公都会接她下班回家。哎，思北，你不回去？我弄完这些就回去。前段时间她老公没来，桃姐就跟我说，是因为她瞒着老公把钱借给自己的弟弟买房，她老公知道后非常生气，打算跟她离婚。那天下班前，我想找胆打扫卫生，不小心把他的包撞掉了，就赶忙去帮他捡。我蹲下去帮他捡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包里啊装了个避孕套，我也不好意思，我就赶紧走了。那天郑强给叶思北劝酒的时候，被告人是阻止还是配合？一开始范总是想帮助他的，我们大家都想帮他，但是郑总态度比较强硬。我就是觉得吧，喝酒他就是喝一个气氛，我在哪儿都这么喝啊，你喝一杯我喝一杯，这是个互相尊重，是不是？喝开了那多热闹啊！哎呦，大家都端着，那这饭吃，啊，那吃饭有个啥意思是吧？当时叶思北一共喝了多少杯酒？大概10杯左右吧。那个姑娘呢，她就是个年轻职员，那大家敬我酒的时候，那都是一杯一杯的敬，她就偷奸耍滑想赖酒，她不给我面子，那我也就不能惯着她了。那咱就互相喝呗，那我绝对让她要。先生，手不能待在这里。 4月10日凌晨5点49分，110报警中心接到报案，报案人称他被困在花田，需要一件风衣。我先赶了过去，有执法记录仪为证。他躲在花田里，面色苍白，整个人一直在抖，根本无法正常交流。我意识到情况不对，便打电话给同事，通知现场勘查，随后带叶思北到医院做相关检查。据您所知，当时叶思北的报案内容是他需要一件风衣，他并没有直接报案强奸，对吗？是。你看到的避孕套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紫色。那请你看一下，是这个吗？是这个。那么他指明被告人当天送他，这个是你听见的还是别人说的？我亲耳听见的。英基的一定要把我和楚楚安全送到家。你放心，我一定把你们安全送到家啊！范总，快进去吧，郑总找不到人喝酒，着急了。哎，好了，照顾他，照顾他。哎，行。当天其实除了被告人以外，你们还有其他的人是可以送他的，对吗？叶姐提到范总送，因为范总是当天酒局唯一没有喝酒的人，所以我就没再管了。您拿走了叶思北的衣物，提取了生物证据，也做了相关检查，为什么不做血液检查？是因为一开始我并不能确定他到底遭遇了什么，我们只能第一时间做身体相关的检查，确定他的身体有没有受伤。直到他自己主动要求做 DNA 鉴定的时候，我才确定他遭受了性侵。这个确认是在检查结果出来以后，还是当时您就这么认为？当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是以我的当事人有罪的判断来收集证据的是吗？可当时叶思北那个情况非常明显。还是不是？是，因为我骗不了自己的良心。好的，叶思，审判长，我问完了。
阿钱，以前我们这儿啊，有一个案子，这人的犯罪时间呀，是从1993年一直到2009年。这期间，他强奸妇女数十起。你知道他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吗？为什么？后来他跟律师说呀，他说整个的作案过程当中，没有人敢反抗，也没人报警，犯罪者几乎是零成本，他会害怕吗？不可能的。你别指望着一个坏人突然有一天幡然醒悟了，放下屠刀了，这种人，你不对他采取措施，他那个刀磨得会更快。前段时间那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那案子，有印象吗？那个失踪的女孩。女孩最后找着了，什么都不说，不敢说，不报案，那这个事儿后来不就又不了了之了吗？叶思北真的是非常勇敢，他报案了，他坚持了，这就是对躲在黑暗里的那些自认为不会付出任何代价的人最大的振奋。而且，你们所做的这一切，真不是没有意义。叶思北，到你了。被害人叶思北，请你陈述当天的情况。我叫叶思北，28岁，籍贯南城，原是富强置业财务部的一名会计。那天晚上，范建成突然回到公司，说要我们都去参加一个饭局。吃完饭之后，他送我回家，我被蒙着眼睛，被他扔下车。他说让我一直往前走，数到1000，不然就杀了我。我很害怕。我数到1000之后，解下眼罩，发现我在一片油菜花田。叶思北，你平时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女孩子，是吗？那么在之前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女孩子晚上在外面喝酒是很危险的事儿？有。那么一个很守规矩的你，为什么明知有危险还会去做这件事呢？您的意思是，女孩子在晚上出去喝酒就有罪是吗？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驱使你做了这件事？那天在那种情况下，我压力很大，
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觉得如果我不喝，可能就会丢了那个单子，导致大家的努力都白费。而且当时在场有这么多熟悉的同事，我没有觉得特别危险。事发以后你报了警，为什么和警察说没事儿？因为当时我妈跟我说，不报警对我的伤害更小。你报警以后又给被告人打了一通电话，内容是什么？我向他请假，因为他是我的上司。你有每天携带避孕套的习惯吗？没有。那么那天你为什么会带一个避孕套放在包里？你看，你干嘛？真遇到歹徒了，你就主动提供，既预防传染病，减少伤害，又有增大活尸的几率。你放包里啊？我不要，我真不要。是我同事放在我包里的，他说如果遇到歹徒，主动给他提供避孕套，会增加生还几率。理解。那是谁告诉你避孕套能够增加生还几率的？叶思北。是楚楚。那在被告人对你实施性行为之前，你主动把避孕套给了他，对吗？没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进行。那你看见过他的样子吗？没有。你全程蒙眼，确认不知道他是谁是吗？对。大家请看这张照片。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这就是你，不是我。根据法庭调查环节，我方提供的证据照片中可见，你当时并没有蒙着眼，你是睁着眼睛的，而且你是看着镜头的，你是清醒的。对此你有什么解释吗？我不记得，不对，这不是我，这不可能是我。在整个过程中，他打过你吗？你反抗过吗？我反抗了，我抓他了，并且我呼救了。在过程中，你叫了，对吗？是还是不是？是他逼我叫的，他说如果我不叫就杀了我。在过程中你享受过吗？没有。审判长，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不得询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好的，审判长，我知道了。叶思北，你爱你的丈夫，你想和他过一辈子，对吗？你一个月的工资3500是吧？是。你一个月的工资3500，借了信用贷10万，4年还清，每个月还款2400，只留下1100做生活费。然而你们家自己的房贷都没有还清。你的丈夫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你爱他，你想和他过一辈子，难道你就没有考虑过你们自己的未来吗？还是说你有其他的办法？审判长，辩护人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案的范围。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请法警带被害人叶思北退庭。请被害人叶思北退庭。
请法警带证人楚楚到庭。请证人陈述一下当天的事情经过。我叫楚楚，是富强置业销售部的一名员工。姐，你到家给我打个电话啊，报个平安，拜拜。那晚的情形就是这样，而我先与叶思北下了车。你的未婚夫是叶思北的弟弟，对吧？是。你那天晚上喝醉了吗？没醉。那天晚上叶思北醉了吗？醉了。你们分开的时候，在你的证词里说，叶思北当时意识模糊。请问这个意识模糊到了什么程度？叶思北都没意识了，你还把人丢在车上，你是人吗？你是存心的吧？你和强奸犯是一样的。这什么人呢？你这么害人！穿着短裙，梳你着大良心不会波痛吗？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你有良心吗？他天天去酒局喝酒，背地里跟那些领导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就没人知道吗？一了个大帮凶，什么人都有。楚楚，请你回答问题。楚楚，你是否身体不适？我在回忆，那天晚上情况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就记得他一直在说胡话。那他能认清楚人吗？能认人。他那天晚上一直在说话，逻辑也是清楚的，也能清晰的打电话，所以我才放心的把他放在车上。我还跟他说了，到家之后给我打个电话。他能认人，能够清晰的、有逻辑的打电话，也就是说，在你和叶思北分开的时候，叶思北是清醒的。请回答我的问题。请证人回答问题。对。那么，在叶思北整个的醉酒过程中，你感觉他的醉酒程度是加深状态吗？不是，他那天喝多了之后，就一直说平时没说的话。他吐了之后，其实也好了很多。那他过去喝完酒以后都是这个状态吗？对。他一般能喝多少酒？2两左右。那天他喝了多少？不到2两。也就是说，那天他的饮酒量并不足以让他能够意识丧失，对吗？我不知道。那是你主动给他避孕套，并且告诉他，这样在遇到歹徒时能够增加被强奸时的生还几率，是吗？楚楚，请回答我的问题。请证人楚楚回答问题。没有，我没有给过他，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你说什么呢？你说实话呀！注意法庭纪律。坐下。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公诉人是否对证人有询问？你在做笔录的时候清楚说过，你下车时叶思北意识是模糊的，为什么现在改口，说他能认人，能清晰打电话？我以为不停的说话就算是意识模糊。那你说的不停的说话，具体指的是什么？
就是平时喝多的都知道呀，肯定会说一些平时不太说的话。他那天喝多之后，就跟我说了很多话。他本来平时也是一个很少倾诉的人，可是那天却拉着我一直说他家里的家庭情况，他心里难受之类的。审判长，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请法警带证人楚楚退庭。被害人声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是被迫配合的，并且抓了我的当事人。大家请看这张照片中抓痕的位置，是不是这样，才更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抓痕呢？所以有理由猜测，如此亲密的姿势，说明被害人当时是主动配合的。公诉人提醒辩护人，法庭审查的是事实，而不是辩护人的猜测。从本案案发到被害人伤痕鉴定，已经间隔了一段时间，但是这抓痕依然能够留下，这恰恰说明了被害人是在极端的状态下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激烈反抗动作，并且这个抓痕呈现出深且凌乱的状态，也恰恰说明了被害人是在极力反抗的事实。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性爱的欢愉而造成的，不是吗？辩护人，请不要随意打断公诉人的发言。公诉人继续。公诉人再强调一遍，所谓的性爱的欢愉造成的状态纯属个人猜测，请辩护人尊重事实，请法庭对辩护人的猜测不予采信，对辩护人扰乱法庭秩序予以记录。我的首轮发言完毕。审判长，我后面会注意的，我知道了。其实我刚才想说的，不管是主动配合还是被动配合，这张照片中的伤痕都极大地佐证了当时他们是一个拥抱的状态。被害人声称自己当时没有看到过被告人的脸，但是那张照片里他明明就是睁着眼睛的。被害人的陈述与伤痕鉴定还有照片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公诉人认为，单独的一张照片仅仅记录的是一个瞬间，其真实性其与案件相关性存疑，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展现出拍摄时的实际状态。抓拍的瞬间表情，即便是存在的，也不代表着意识清醒。如果被害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睁眼看着犯罪嫌疑人拍照，怎么会毫无本能的羞愧和遮掩，以及对闪光灯本能的规避反应？所以公诉人认为，这张看似神志清醒、泰然自若的照片，恰恰证明了被害人当时已经失去意识、没有正常反应的证据。被害人当时就是意识不清。被害人平时的酒量不止2两，所有的证人，包括他自己的陈述，当天的饮酒量都不足以使他意识完全丧失。而证人楚楚也证明，在他们分开的时候，被害人是能够完整的辨认人，能够有逻辑的、清晰的打电话的。所以公诉人认为，被害人当时意识不清是立不住脚的。被害人当时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不仅有刚才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还有本案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证实。在法庭举证阶段已经经过质证，公诉人认为没有重复的必要。另外，根据在案的录音证据显示，被告人一方面指控被害人要挟被告人，另外一方面却通过公司贿赂被害人，妄图要求被害人改变证词、撤回指控。这样的行为恰恰也说明了被告人
在极力掩盖罪行，妄图逃脱法律制裁。被害人能够主动地想到录音，就说明他有极强的法律意识，所以不得不怀疑，被害人录音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挟被告人。被害人录音取证并向司法机关提供，那是他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辩护人所说的要挟。但是像这样自相矛盾的证据在本案中出现的还少吗？被害人说他当时完全没有意识，但实际上当天的饮酒量并没有达到完全丧失意识的程度。公诉人认为这还是辩护人的推测，毫无事实依据。酒量不能作为评判是否意识清醒的唯一标准。被害人当时处于意识不清，那是客观事实。根据酒店外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到，被害人当时是被搀扶上车的，饮酒到不能自主行走的程度，显然就是已经醉酒到意识不清。但是证人楚楚当庭的最新证词证明，在他们分开的时候，被害人当时应该是清醒的，并没有达到他所说的有一段时间失去意识，甚至是彻底断片的程度。证人楚楚证言的真实性，请法庭根据本案全部证据进行考虑。被害人在他的陈述中完全没有提及任何关于避孕套使用的内容，但实际上现场确实是有避孕套包装袋存在的。被害人声称避孕套是楚楚叫他携带的，但是楚楚对此却矢口否认。被害人的陈述处处与事实充满了矛盾。试问，被害人的陈述究竟还有多少真实性？如此自相矛盾的陈述，被害人到底在掩盖什么？是事情的真相吗？请辩护人不要再肆无边际的胡乱猜测了。双方保持冷静。现在，公诉人和辩护人做第二轮辩论意见。审判长、审判员，本案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为上下级关系，在案发之前从无暧昧言行，不具有主动发生性关系的常理性。在案发当日，酒桌上存在不正常的劝酒现象，被告人作为上级不加制止，反而放纵劝酒发生。根据酒店外的监控视频、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害人当时已然醉酒，意识不清，反抗能力减弱。被告人单独带醉酒被害人行至城郊油菜花田，对被害人形成绝对压倒性的密闭环境，导致被害人反抗能力受限的情况下，不知反抗，不能有效反抗，任由被告人摆布，遭受被告人肆意蹂躏。案发后，被害人第一时间报警，提出人身鉴定固定证据。虽然受到多方阻力改口撤案，但这并不能否认本案犯罪事实的存在。结合被害人指控、书证、物证、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等在案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范建成以暴力、胁迫以及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构成强奸罪，犯罪事实清楚，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请法庭依法裁判。审判长，公诉人的发言完毕。现在由辩护人发表最终辩护意见。审判长、审判员，本案中，被害人在案发前为了给弟弟买房，曾借助我当事人在公司的地位，虚开工资证明，后因贷款被丈夫发现，被害人与丈夫的婚姻产生裂缝，由此可以认定被害人与被告人具有一定的私交，而且处于极其缺钱的状态，具有勒索被告人的客观动机。案件中，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据基本一致，没有瑕疵，而被害人的陈述与证人证言、物证等均有出入。承办刑警林峰出于同是女性身份的认同，对此案抱有主观偏见，所收集的证据偏向性强，可信度低。公诉机关对于被告人的定罪并无直接证据，更多源于常理推断。但从常理来看，案发当日，被害人主动携带避孕套，饮酒量完全不足以让自己彻底丧失意识，却自称毫无意识。酒后在明知与楚楚所住路线情况，两人一路时自计必定会落单的情况下，指明我的当事人一位年长的异性送她回家。事发以后，虽然报警，却并不直接说明性侵，而是等过了好几天才2次报警，种种行为均不符合常理。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应予宣告无罪。审判长，辩护人的发言完毕。诉讼代理人是否有补充发言？审判长，审判员，我的当事人在4月9日酒局当晚结束之后上了被告人的车，被带到叶思北是我的姐姐，她是一个活得特别小心的人，她爱美，可她平时连手臂都不敢露。她也喜欢化妆，可她从来不会化那些艳丽的妆。她几乎很少一个人在晚上出门，大多数时候都要我爸、要我姐夫接送她。但受害时穿的那件衣服是公司的制服，他一直都很介意，哪怕是在夏天，他都要穿一件风衣裹着。所以在他报警那天，他和警察说他要一件风衣，因为那件风衣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性的安全防护。风衣没有了，他去和警察要，那就是他在求救。他去报警，我妈拦着他，我也拦着他。因为作为律师，我知道这种案件对于当事人的2次伤害，所以他报警，又否认自己报警。可我姐姐还是选择了2次报警，她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勒索，她就是想要一份公道。作为一名受害者，一名女性，在面对这样的事件的时候，能选择报警，已经是极大的勇气。我想正义不该让这种勇气泯灭，它应该得到一份公正。我的发言完毕。法庭辩论结束，合议庭将在充分评议之后作出判决。现在休庭。哎，等案子结束了，有什么新的打算呀？为什么这么问？劫后重生嘛，不都说可以做一些之前想做没做过的事儿吗？我考虑过，是留在南城，还是去其他城市，主要看思北吧。有个事儿，我一直还挺好奇的。如果嫁给你的不是叶思北，是其他人，你也能接受这件事儿吗？因为之前我们也办过一个类似的案子，最后就是官司赢了，婚姻没了。我们不会的。你们是相亲认识的吧？嗯。结婚就1年多，感情就这么深厚。以前认识啊？没有，不认识，也没见过。真没见过吗？嗯。哎，你几中的？我7中的。哦，那应该不会了。我还想着你们有没有可能是校友呢，是吧？见着比较亲切嘛，不是或者之前见过，后来忘了，那不会了。那2中跟7中，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
姐夫，张队，怎么样？你们顺利吗？楚楚翻供了，他说他没有给我姐那个避孕套，是他自己带的。请全体起立。临江省南城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本院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范建成犯强奸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文文，你看见了吧？爸爸已经无罪释放了，他是好人，他是被别人冤枉的。爸爸很快就能回家跟你见面了。对，我是无辜的，我是清白的。我要感谢法律，感谢法院，把清白还给了我。当然了，我也谢谢我的太太，她辛苦了，一直陪伴着我。身为别人的父亲，身为别人的丈夫，我也确实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我自己也会做深刻的反思。
行了啊，别太难过了。我跟你说，你可是个警察啊，你不要对一个案子陷太深。不管做什么事情，尤其是办案子，你不能被情绪所左右了。我是警察，可是张队，我也是个人啊。是个人，他就会有良知，对吗？但是法院这么判，一定有他这么判的道理。我懂。离开法院之前啊，我去找了一趟高法官。哎，高法官，张队，辛苦了啊！你也辛苦。我想问你一下啊，今天这案子为什么会这么判呀？我很遗憾。我知道叶思北不容易，走出这一步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作为法官，我们只能依据证据和事实来做出判决，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公平。我给你讲个99年的案子吧。当时一名女性指控对方强奸，虽然证据链上有些瑕疵，但是基本上可以推断是那名男性所为。加上当年重口供，那个女的哭得又实在是凄惨，于是那个男人被判了12年。12年，他出狱以后一直在申诉，前后奔波了很多年，直到一个在逃的犯人自己认下了当年的案子，他才洗刷冤屈。可谁又能想到，竟然真的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哎呀，高法官，你说含冤12年，又申诉多年，那您说这个人大半辈子不全耽误在这件事上了吗？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一旦触犯法律，无论是受害者得不到公正，还是无辜者受到冤枉，那都是巨大的苦难。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准备更充分的证据，探索最接近真相的事实。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当法官也挺难的。你呢，要是真有心啊，就把这个案子查下去。这案子没完。文文，文文，哎呀，爸爸的闺女在哪儿呢？哎呀，文文，想死你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呀，爸爸想死你了！哎呀，使劲抱抱，再亲一下。没亲够。哎呀，文文真好看，越来越好看了，是吧？爸爸，他们都说你做坏事了。谁说爸爸做坏事了？他们抽他，爸爸是好人啊。哎呀，我爸爸使劲抱，使劲抱。赶紧带他去睡觉吧。去睡觉吧。我还想跟爸爸玩一会儿。哎呀，你明天再跟爸爸玩吧，爸爸都回来了。文文啊，爸爸回来了以后，天天都能陪着你。你今天早点睡，明天呢，爸爸陪你玩一整天，好不好？好。哎呀，我亲亲爸爸的小公主。好，去睡吧。
晚安，去睡觉。爸爸妈妈晚安。晚安。哎，晚安，晚安。老婆，你看，你别碰我！你把那么肮脏的东西放在我女儿的奖杯里面，你是不是人呀？范先生这边有一件事情拜托您，他说文文的奖杯一定记得要多擦一擦。知不知道？你今天能站在这说话，都是因为我。要没有我，你现在还待在监狱里呢。是我不好，真的对不住了，老婆。谢谢你这次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保证以后一定一辈子对你和文文好。家里所有的东西，房子、车子、卡里的钱，只要你想要的，全都是你的。别生气了。我让你回来，是让你做个好爸爸。往后的事情，你好自为之。那U盘，U盘啊，你这辈子都不会知道那个 U盘在哪。简单说一下当天的情况具体是怎样的。那天我们2个人都喝了酒，然后一起回家。我家只有10分钟的路，所以就先下车。下车前我还特别叮嘱他，到家了给我发信息。那下车的时候，被害人的意识还是清醒的吗？下车前我们还一直在聊天。我们俩差不多，有点晕，但意识还算清醒。你们在聊什么？他说人生太苦了，我说再苦也要坚持往前走。也就是说，你并没有把他扔下。那天就我跟他在车上。按照你们的说法，如果那天是我家离得更远一点，那后来出事的人就是我，就是他扔下的我，对吗？我们2个人，不是他有罪，就是我有罪，是吗？那他后来跟你确认回家信息了吗？我只能说我是确认他安全了，我才睡下的。我这个问题我不想再回答了。网上都在传被害人贷款是为了给您和他弟弟买婚房，这件事儿您提前知道吗？不知道。我们俩要结婚是2家一起商量过的。刚开始我爸和他们家说要聘礼和婚房，但他们家就和我们家商量说条件不好，聘礼是给不了的，就给一套房，写我跟他弟弟的名字，我们俩一起还贷。我一直以为这个房的首付是男方的父母凑钱买的。如果知道叶思北也出了钱，我是不会要的。现在为了打这个官司，房子也卖了，我和他家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叶文，你去哪儿？叶文，他说了什么？他到底说了什么？
说你是清醒的。什么清醒啊？他说他和你分开的时候，你还能正常聊天，还能正常认人，意识没有到模糊的程度。他说他下车的时候，还和你说到家了，发个信息给他，他是确认你安全到家才睡觉的。他还说安全套不是他给你的。爸，我出去一趟，我今晚不回来吃饭了。好。你慢点。下着雨呢，你怎么不打伞啊？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还没雨呢。那你不找个地方避雨去？在这能看到你们家，我要是躲在其他地儿，这不看不着你出来。我们不是约好去电影院见吗？从你家到电影院要走15分钟，我实在等不及这15分钟。什么事儿这么着急？1刻钟都等不及了。你觉得我怎么样？你是个好人。这就别发好人卡了。好吧，但没有关系，有的话我还是要对你说。楚楚，我喜欢你。虽然我也知道现在你可能对我没有那个意思，但你千万别有压力。我愿意陪着你，我愿意陪你逛街，陪你看电影，只要你需要，我全都可以。其实，只要能在你身边，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是吗？不求任何结果呀。比起被拒绝，没有结果，就说明还有希望。我可不缺陪逛街的，我缺的是男朋友。什么？楚楚，这我可以啊，我当然可以了。你可以什么？你可以？我可以当你男朋友。叶念文喜欢楚楚，楚楚喜欢叶念文。你来了。为什么撒谎？撒什么谎？法庭上你撒谎！把手机和录音笔拿出来。
拿我当什么人了？啊？我了解你，拿出来。我抓了你的领子，我威胁证人了，就算录音了也不会作数。回家去说吧。把外套脱了，手机拿出来，口袋掏空。写了吗？喂，爸。楚楚啊，思伟和秦南来找你了，让他们进来吧。想问什么就问吧。你为什么要说谎？在法庭上，除了安全套那件事情，别的我没有撒谎。我没有撒谎。那天晚上，郑强一直在找人喝酒，他太能喝了，我陪了一会儿，我也有点撑不住了。范建成看见了，他就让我借着照顾你的名义，咱俩就能一块儿能躲就躲了。所以那天晚上，我特别相信他，我就觉得他是个好人。其实你那天吐完之后，跟平时没有太大的区别，最多就是情绪不稳，话多。但是说话认人方面还是很清楚的。下车之前咱们俩都还在聊天，你问我为什么人生会这么苦，我还跟你说，人生的困难是没有尽头的，我们只能一直往前走。我记得。下车之后我跟你说，记得到家打电话给我报一个平安。回家之后我实在是太困了，我给自己设了1个小时的闹钟，然后倒头我就睡着了。醒来之后，我看见手机上有你给我发的信息，你说你到家了，所以我没有多想，我就继续睡了。信息呢？信息给我。应该是范建成。是范建成开车带我姐到了小区门口，用我姐的手机发了信息再删除，电话也是他打了又删了。凌晨的时候，姐已经没意识了。一开始我想的是这件事儿我一定是要帮姐的，所以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信息我没有给警方，你一直说你没有意识了，那就没有意识。他在法庭上怎么又改口了呢？你为什么要说那个避孕套不是你给我姐的呀？别撒谎，你肯定在撒谎。我最近总是在做梦，我梦见咱俩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周围就有人拿棍子、拿刀子在不停地戳着我们。他们让我去咬你，又让你来咬我。他们说咱俩都是罪人，犯错了，所以就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我总在想，那我做错了什么？我不该当一个销售，我不该去酒局，我应该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报备。我那天应该送你回去的。我每天都在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没这么做呀？我为什么会相信别人？为什么就不愿意打一个电话？那天晚上让他们来接一下，怎么就愿意为了挣一点钱要去当一个销售呢？怎么就那天把你一个人留在车上，不送你一块回家呢？我怎么能这么坏呢？
我怎么能这么坏呢？可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当一个好人。这个世界上当一个好人太难了，我做不到。我承认我可能有一点自私，我放纵，我丧尽天良，对。但至少这样我可以活得好一点。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也就这样呗。反正我知道，在大家的眼中，我就是一个拜金女，逼着男朋友买房子，一起吸姐姐的血。如果让网上那些人知道避孕套是我给姐的，我都不敢想他们能把我说成什么样子。他们肯定会说：“哎，你看那女孩，一看穿丝袜，穿着高跟鞋，一看就不是什么检点的女孩。她有这个东西，她是不是她曾经……对不起，我承受不住。”走吧。咱们还有事情没问清楚。就这样吧。楚楚，你不是个坏人，也永远别当个坏人。我只顾着为我自己讨回公道，的确忽略了你的处境。再见。姐，不要再追究了，我把钱给你，我把我的钱都给你，你去省会，重新开始好好生活，不要再追究了。是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对不起。都明白，不怪你。无论如何，你都不是有心的。以后好好生活，照顾好自己。姐，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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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姐，对不起。为什么要走啊？他撒谎，他影响了法官的判断。这个案子本来不应该这么判的。害我的人是范建成，他是最关键的证人，他的证词陷你于不利。你就算知道害你的人范建成，又能怎么样？对不起，念伟，是我耽误了你。姐，我没有，我就到此为止吧。大家都付出太多。
姐，我们还可以接着请检察院抗诉，有2审呢。啊！牵连的人太多了，没有力气。回家吧，别让你姐担心。真不申请抗诉了？不了。甘心吗？有什么不甘心？可都已经走到这儿了。已经走到这儿了。这一路走来，我收获了很多，我才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日子总得继续过下去，要向前看，不是吗？好，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往前走。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思北，可得不到一份公道，你不觉得？回家吧，我真的太困了。思北，我给你炖了点鸡汤，你喝一点吧。你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得喝一点。不想喝。这边的医院条件有限，查不出什么来，要不然我们干脆直接去省医院吧。我就是前段日子太累了，多睡睡就好了。那你得听我的。喝几口，要不然我直接抱你去省医院了。我不喝了。再喝一口。喂，小娟。哥，有个男的来店里，非说要找你修车。去吧。好，我知道了。好。那我先去了。鸡汤我给你留这儿了，你记得自己要喝一点。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啊，你就是秦楠啊？啊。您这车什么情况？哦，有烟儿，有味儿，然后故障灯它总亮，你帮我看看呗。哎。哎，拍什么呢？谁让你拍了？给我，那我的。谁让你拍了？啊？你到底干什么了？我刚看你就不对劲儿，谁让你拍了？记录一下生活。记录什么生活？记录生活？你这叫记录什么生活？你这叫侵犯个人隐私，你知不知道？别录！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南城大 V 有30多万粉丝，我知道他有困难，我现在想帮他澄清。用你澄清？用你帮忙吗？我30多万粉丝，我粉丝影响力大，我真能帮他。你好，您这车还修吗？修一下。来都来了。您要修的话，我就给您好好修。照片就别拍了。哥，你到底咋想的？什么怎么想的？之前不跟嫂子闹离婚吗？后来人嫂子遇到困难了，咱是出于道义各个方面，不能在人遇到困难时候咱不管。但现在这事儿不解决了吗？法院也判了。法院判的那全是事实。你要不再想想？跟嫂子结婚这时间也不长，有那么了解嫂？我了解他，你比任何人都了解他，我信他。你信嫂子，那我就信你。谁他妈以后再在这说些没用的闲言碎语，我全给打出去。喂，妈。秦楠，你什么时候有空啊？你能过来一趟不？您先别着急，您慢慢说。哎，我有事儿想跟你说，你先过来吧。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军哥，我出去一趟，店里交给你了。灰色的云，我却透过云看见了潮汐。你把情绪藏匿，沉默不语，愿能陪你回到晴空里。如果可以捕捉你的阴影，我想再流离都不足惜，更何况我的光源在你生命，所以一定把我相信。请让我可以成为你说你可以的秘密，成为你疗愈往昔轻柔的香气。若命运执意临给你倾盆大雨，别怕，我是你心灵的
的风衣，请让我可以成为你，相信爱情的凭据，成为你每颗梦境栖息的岛屿。别惋惜一时的风景，都转心意，我仍会在这里，每晚陪你去余生的边际。